寻觅已久的船壳总算找到了，终于在家就可以实现航行自由。房屋改造这么久，心里一直想有一艘船。传统的小船不耐看，喜欢的想要的又没法实现。最近在湖边看别人捕鱼，无意在这处田坎旁发现了几艘船壳。这艘形状像鞋子，前面比较圆润；这艘就比较大，但是船尾已经破损。唯有这艘不论是大小和形状都是符合我想要气质，但是这周围已经实现了共同富裕，并没有找到船主人的踪迹。不甘心的我这次又拉上老爸，老一辈对湖边的情况还是比较了解的。他们这里没通路，通路的话，这些条石搬回去去湖边包看应该挺不错的。这些事情还是得看我爸，找到主人家了。那个就跟以前那种快艇的那个壳哎呀，弄的那个啊，你要你那就用心嘛。给大娘买了件牛奶，小白鸽，这是小白鸽。哦呦，它咬我，不得动。手应该抽动，我们3个应该。兄弟们，现在我也是有船的人了，我还是比较稳，想办法给它抽到这个水里面去。最大的阻碍就是这个田坎，把这里推过，然后到那边深水区，看一下这个水，这个水就只有这么深。我准备把鞋子脱了下水，把这个船先摆正，因为它现在是这样斜着的，它的力都是在那个角落。那么下水了，先搞下车的这不？先去了。总算抽到水里了，下一步我们就要跨过这个田坎，但是又遇到一个新的问题，船的吃水深度太浅了，先把船上的淤泥清理一下，看一下能不能减重。把多的水还是给它挖一下。走，兄弟们，船现在已经到深水区了，现在我们就要给它拉回家，但是现在必须要借用一下小船，然后用小船给它拉回去，因为担心路上出现什么意外，就是怕它有漏水的情况。如果是有漏水的情况的话，我们还有备用的船，然后备用的船随时可以做紧急处理哈。这样的船你们可能没坐过吧？马上把我们的船壳接住，有点距离了。各位云股东坐稳了哈，我们的废墟号开始返航了。就是这条就地取材的绳子有点让人担心，现在往家的方向走。看这家的包看就比较稳当。现在是我爸在掌舵，然后我来看一下这个船的情况。到目前为止的话，还是没有发现哪里在漏水哈，拉回去再检查一下。现在为止的话，还是比较安全的。家乡的风景还是记忆中的样子，一点也没有变化。小兔子在暗中观察。兄弟们，安全靠岸了哈！原来起宝坎的时候，临水台阶旁边就是预留停船的位置，现在看来这条船停放非常合适。目前只能这样先停靠观察几天，看下有没有漏水的情况，再做下一步的打算。各位云股东有没有好的建议？